我们大家是不是常会有这样一个困惑，为什么同样是人，但有的人这一辈子总是跌跌撞撞，到处求神拜佛，好像都不太灵光，而有的人哪怕是遇到天大的难事，甚至是关乎性命的结束，总能逢凶化吉，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，一双无形的手在拖着他。这时候很多人心里就会纳闷了，难道是老天爷大小眼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其实在天地之间藏着一本看不见的账本，如果你看不懂这本账，你这辈子当然走得辛苦。而在我们12生肖的轮回运转里，确实有4个生肖是这本账本里带着特殊任务来的。说白了，他们是命中自带愿力，今生是有菩萨在保驾护航的，他们是来了愿的，是来还债的，甚至是来替众生受苦的。那么各位一定要问了，这本账到底是怎么算的？这道护体金光到底藏在哪里？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天机给各位泄了。在佛法唯识宗里有一个概念叫阿赖耶识，听起来是不是蛮玄的？其实说白了，道理很简单，这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大仓库。你这辈子讲过的每一句话，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动过的每一个念头，哪怕是你在心里偷偷骂人的一句脏话，都像一颗种子一样，原原本本的存进了这个大仓库里。这个仓库里的东西就是你的命，就是你的运。所以今天我不只要讲那4个特殊的生肖，我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12生肖全部拆解成12个改命的锦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你属什么，如果你不搞懂手里这本看不见的账本，不懂得怎么把仓库里的垃圾转化成福报，那你就是在漏财漏福。哪怕你天天磕头把脑门磕出血来，那也是白费功。所以请把你的心静下来，听懂了今天的内容，你今生的福报那是挡都挡不住的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请出这佛缘最深，看起来最苦，其实福气最大的2位隐形菩萨，就是属牛和属羊的朋友。先来说牛，各位去寺庙里烧香，或者稍微翻过2页佛经的，肯定听过《法华经》，那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比喻，叫大白牛车。这牛啊，在佛家眼里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做苦力的畜生，它是大乘佛法的象征，是普度众生的交通工具。什么叫普度？就是这一车能拉很多人，能把大家都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来。但在12生肖里，各位一提到牛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哎呀，命苦啊！哎呀，这辈子是来做牛做马还债的哦。很多信佛的朋友，特别是妈妈们，一看自己孩子属牛，那个眼泪都要下来了，跑来问我说，尼师啊，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孽，生个孩子这么劳碌，将来是不是没福气啊？各位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改，这是凡夫的知见，那是把珍珠当成了榆木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老天爷的眼里，在因果的那个账本里，属牛的人，或者是具备牛那种憨直精神的人，是业障消得最快，也是那个无形的福田种得最深的。属牛的人这辈子修的是6度万行里最实在的2个，一个叫精进波罗蜜，一个叫布施波罗蜜。你看那个牛，它在田里耕地，不管头顶是大太阳晒的脱皮，还是暴雨淋的透心凉，它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头低着也不叫唤。它吃下去的是路边的草，不值钱吧？可它挤出来的是奶，它耕出来的是粮食，那是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命根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代众生苦。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太精了，谁也不愿意多做一点事，谁也不愿意少拿1分钱，这叫四智变聪，这是修行的障碍。因为你算计得太清楚，你的心就窄了，福报的水就流不进来了。而属牛的人，他肯吃亏，他看起来笨，其实那是大智慧。从中医五行来讲，牛属丑土，土是什么德性？厚德载物啊。土能干什么？土能藏污纳垢。你把家里的垃圾、排泄物、没人要的脏东西，也就是你的业障和烦恼倒在地里，土会嫌吗？土不嫌，它默默地把这些脏东西转化了，变成了肥料，最后给你长出金黄的稻穗，长出救命的粮食。这不就是佛菩萨在做的事吗？转化烦恼变成菩提。我给各位讲个我身边的真事，你们听听像不像你们家里的某个人？我有个老邻居，家里兄弟姐妹5个，他是老大，属牛的。那个年代大家都穷，这老大呢，书读的不多，早早就出来赚钱养家了。后来父母老了，躺在床上了，
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。其他的弟弟妹妹有的出国了，有的在城里做生意当老板，有的自己家里一堆破事，谁来管那2个瘫痪的老人？就是这个属牛的大哥。他在工厂里做那种最累的基层作业员，下了班就回家给老人擦身子，把屎把尿，那是真的脏，真的累啊。弟弟妹妹们偶尔回来一次，不但不帮忙，还指手画脚，说大哥你怎么给妈穿这件旧衣服？大哥爸的那个存折你要收好啊，别搞丢了啊。旁边的邻居都替他打抱不平，跟我说尼斯，你看这个老大是不是傻？这辈子图什么？弟弟妹妹都发财了，就他守着2个要死的老人，这命太苦了。我也没说话，我就看着，这一守就是12年，直到2个老人都安详地走了。结果呢，老人走后不到3年，那几个精明的弟弟妹妹，有的做生意被人骗了个底朝天，有的得了怪病查不出原因，家里闹得鸡飞狗跳。反观这个傻大哥，因为他在那个旧房子里照顾老人，那是早年长辈留下的，后来那边刚好遇到都更，那个地段一下子身价翻倍，建商给了一大笔补偿金，还分了3户新房子。按照法律，这都是父母的遗产，大家都有份。这时候这大哥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，他说我是老大，我吃了苦，那是应该的，弟弟妹妹们现在有难，这些钱我们平分，我不多拿。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他那个本来不学无术，天天在外面混日子的儿子，看到老爸这么做，突然有一天回家跪在地上哭，说爸你太伟大了，我不能给你丢脸。从此以后这孩子像变了个样，发奋读书，后来考上了最好的医科，现在是名医，孝顺得不得了。这大哥现在70多岁了，红光满面，那是真的叫儿孙满堂，走到哪里大家都对他竖大拇指，这就叫现世报。属牛的朋友们，你们听懂了吗？你的每一次吃亏，老天爷都在那个账本上给你记了一笔巨款，你的每一次劳累其实是在洗刷你多生累劫的那个灵魂，你多干一点脏活，多受一点气，你的灵魂就干净一分，等那个债还清了，剩下的全是金灿灿的净土。所以如果你属牛，或者你家里有属牛的人，请记住一句话，别抱怨，你的劳碌不是命苦，是在了缘。只要你不生怨气，你跟的那块田就是你的极乐世界。讲完了硬气的牛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讲那个看起来最柔弱，其实道心最坚固，最能修忍辱的生肖，那就是属羊的朋友。坊间有一种很不好的说法，叫10羊9不全。各位把这句话从你的脑子里抠掉，那是无稽之谈，是断人慧命的毒药。在真正的易经命理和佛法观察里，属羊的人那是带着极其特殊的任务来的。易经里羊对应的是未土，这个未土是夏天的土，是燥土，它里面藏着什么？藏着丁火和乙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外圆内方，这叫绵里藏针。这个针不是扎人的针，是孙悟空耳朵里的那个定海神针，平时看不见，关键时刻能定住风浪。属羊的人这一辈子修的核心法门就是6度里最难修的，那就是忍辱波罗蜜。佛经上说火烧功德林，我们普通人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恨不得回骂10句，那个火气一上来，把你之前做的善事全烧光了。但是属羊的人天生性格里就有一种柔软，别人发火他不跟你对着干，他像一团棉花一样，你一拳打在棉花上，那个力道就被卸掉了，那个火气就被吸走了。这不仅仅是性格好，这是大智慧，这在佛法里叫五景三昧。我以前在讲课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女师姐，典型的属羊性格，她在家里那是真的受气。婆婆是那种很强势的阿修罗性格，天天挑刺，菜拖得不干净要骂，菜稍微咸了一点也要骂。老公呢是个没主见的，两头受气，干脆躲出去喝酒。她来问我，眼睛红红的，问尼斯我是不是前世欠她的。我就跟她说，你是欠她的，但你更是来渡她的。你这只羊不是任人宰割的羊，你是披着羊皮的菩萨。你现在的忍不是软弱，是在消他们家的业，也是在积你自己的福。你只要守住这颗如如不动的心，不生怨恨，这个家迟早被你转过来。她听进去了，她把婆婆当成逆增上缘的大菩萨来供养。婆婆骂她，她就在心里念
阿弥陀佛，消我业障。婆婆生病了，那几个厉害的妯娌都跑了，怕被拖累，只有她这个属羊的傻媳妇把屎把尿，日夜护理。结果怎么样？过了10年，她婆婆临终前，那个业障消得差不多了，神志突然清醒了。老太太拉着她的手，哭得像个孩子，说：闺女啊，妈对不起你，这一辈子家里人都怕我，只有你不嫌弃我。我现在知道了你是好人，我这就走了，但我会在天上保佑你。那一刻，这一家子的冤结全解开了，婆婆走得很安详，也没受大罪。更神奇的是，从那以后，她那个爱喝酒的老公突然醒悟了，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，开始顾家了，生意也顺了。现在这位师姐那是家里的活菩萨，谁都要敬她3分。属羊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硬碰硬谁都会，那叫匹夫之勇，但是能像水一样，像土一样包容一切，转化一切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勇。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点，忍辱不是压抑。如果你心里在忍，但他心里在恨，在那咬牙切齿，那不叫忍辱，那叫结怨，那会把你憋出病来的，肝气郁结，最后变成肿瘤。真正的忍辱是慈悲观，你要可怜那个欺负你的人，你要想他在造业他将来要下地狱的，他多可怜啊，我如果不帮他消一点火，谁帮他？你这么一想，你的心就软了，你的气就顺了，你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救度者。这时候你的头顶上那道佛光就亮起来了。各位，讲到这里，这苦行菩萨我们算是讲透了。接下来我要讲2个能量最强，最容易出大成就，但也最容易走火入魔，把福报漏得精光的生肖。这就是代表智慧之水的属鼠，和代表愿力之火的属马。先说属鼠的朋友，提到老鼠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不太好，觉得他偷吃粮食，觉得他钻墙洞，甚至有点狡猾。乡下人常形容一个人太精明了，就说他鬼灵精或贼头贼脑。各位朋友，把这个成见收一收，如果你开了天眼，用佛法的眼光去看，你会发现属鼠的人身上有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特质，那就是灵性。在12地支里，属鼠子水，水主什么？水主智。各位看那个水，它遇到石头能绕过去，遇到坑能填满，它无孔不入。这就代表属鼠的人天生就有那么一点耳根圆通的味道，他们的反应特别快，直觉特别敏锐，别人还没闻到味儿，他先知道了哪里有粮。但是聪明是一把双刃剑，在佛经里有一种难叫视智变聪难。如果你把这股聪明劲用偏了，心里全是贪婪，全是算计，那你这就不是智慧，是恶鬼道的心性。你会整天盯着别人的口袋，盯着那点蝇头小利，结果呢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会发现属鼠的人如果太小气，太爱算计，最后往往连朋友都算计没了，落了个众叛亲离，哪怕赚了点钱也是留不住的，因为那个钱上带的怨气，那是不义之财。来听个故事，我以前有个信众，是个做五金批发生意的老板，姓李，典型的属鼠性格，那真是精明到了骨子里。跟员工算账算到小数点后2位，连员工上厕所时间长了都要扣钱。跟厂商谈判，为了几粒钱的利差，能磨上3天3夜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生意做得挺大，但整个人像个鬼一样，脸色发青，眼窝深陷，严重的失眠。他说：尼师，我睡不着啊，我总觉得有人要害我，总觉得那个会计在做假账，总觉得那个副总要带客户跑。我说：老李啊，你这是心病，你的肾水都让你算计干了，你那不是聪明，你那是拿命在换钱，恐伤肾啊。你天天活在恐惧里，你的精气神早就漏光了。我跟他说，你这个局想要破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去做那个藏传佛教财神爷手里的土宝鼠。他问啥叫土宝鼠？我说土宝鼠是往外吐宝贝给众生的，你是往里吞宝贝给自己的，你反了，你得舍。我让他去做一件事，凡是员工家里有孩子上大学的，不管职位高低，一人发1万。他一开始心疼啊，那是割他的肉啊，脸都扭曲了。我就拍桌子，你如果不舍，你的命都要搭进去，你赚那么多钱，
最后是个守财奴，死了能带走1分吗？后来他咬咬牙，听了我的话，奇迹发生了。一开始他觉得亏了，可是慢慢的他发现员工看他的眼神变了，以前是怕他恨他，现在是敬他感激他。第2年遇到景气不好，大环境很差，好多同行都倒闭了，员工都卷钱跑了，只有老李的公司员工主动说，老板我们不涨工资，我们一起扛过去。那一刻老李哭了，他对我说，尼斯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以前我是只阴沟里的老鼠，见不得光，天天怕猫抓。现在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财神爷手里的土宝鼠，我吐出去的越多，回来的福报越大。属鼠的朋友们听懂了吗？你们的改命秘诀就在一个舍字，你们脑筋动得快，这是天赋，是菩萨给你的妙观察智，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份聪明用在搞那些投机取巧的事上。你要用你的敏锐去发现众生的苦难，用你的机灵去化解别人的尴尬。当你把算计别人变成了利益众生的方便法门，你就是真正的智慧长者，你就是行走的财神爷。这只灵性的老鼠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讲那团烈火，那就是属马的朋友。很多人一提起属马就摇头说，哎呀，这辈子是个劳碌命，要跑断腿，要辛苦一辈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大错特错。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不懂阳气的可贵。在易经里，马对应的是乾卦，乾卦的象辞怎么说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属马的人天生就带着这股精进的气，这股气就是佛法里讲的精进波罗蜜。你看那个马，它站着睡觉的，它时刻准备着奔跑，这种能量如果用对的地方，那是能成佛做主的。鬼神怕什么？怕正气，怕阳气。一个整天为了众生奔跑积极向上的人，他的头顶上是有光的，那个光像火一样热。但是属马的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叫火烧功德林，或者叫盲修瞎练。马跑得快，但是如果方向错了呢，那就是南辕北辙。跑得越快，离道越远。很多属马的人一辈子忙忙碌碌，最后却是一场空，甚至把身体搞坏了，就是因为只有勇没有谋，没有智慧的引导。我有个学生叫小张，也是属马的。年轻的时候那是拼命三郎，为了冲业绩，那是真的把命豁出去了。一天跑5个城市，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家里老婆孩子1个月见不到他一面，孩子都管他叫叔叔。35岁那年，他赚到了第1桶金，但也把自己跑进了死巷子。老婆把离婚协议书拍在桌子上，说我不需要钱，我需要个丈夫。他自己呢，高血压，心脏早搏，整个人像个快爆炸的高压锅。他很痛苦，跑来问我，尼斯，我这么努力，我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，为什么落了这个下场？老天爷不长眼吗？我说，你那是乱跑，你那是野马脱缰，你那不是为了家，你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征服欲，那是贪欲火，心火太旺就会烧干你的阴血，你把自己都烧干了，把家里的温情都烧没了。我让他把这股劲转个方向，我说你去给道场做护法吧，去做义工队长。他也是个急性子，说干就干，在寺院里组织法会，搬桌子，安排车辆，指挥交通。他那个雷厉风行的劲头一下子就有用武之地了。以前在酒桌上那是乌烟瘴气，现在在法会上那是法喜充满。他跑得比谁都快，嗓门比谁都大，但是这一次他的心是凉快的，是清净的。奇怪的是，他越忙身体反而越好，血压下来了，心脏不难受了，家里人看他变了个人，也不闹了。老婆看他在做善事，那个样子特别帅，反而带着孩子来支持他。他说，尼斯，我现在虽然还是累，但是我觉得我有根了。我说，对，以前你是野马，到处踩踏庄稼，现在你是天马，是驮着经书的白马，这才有功德。属马的朋友们，这可是金玉良言啊！你们千万不要抱怨说我怎么这么累，你累说明你在上坡，说明你在行菩萨道。佛菩萨最喜欢这种肯干实干心里有火的人。但是马跑得快一定要有缰绳，这个缰绳是什么？就是戒律，就是正知正见。你要找个名师，找个善知识，时不时给你勒一下缰绳，告诉你，嘿，慢点，那边是悬崖，这边才是正道。只要方向对了，
你这匹马那就是千里马，你跑到哪里，哪里的风水就旺，你帮谁，谁的运势就起。刚才我们讲了前面那4个带任务来的菩萨，很多人听得热血沸腾。那剩下的生肖朋友就要问了，尼师，那我们呢？难道我们就是来凑数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你们，接下来的这几个生肖往往是世俗眼里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人。但是我在看诊算命这么多年里，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，往往跌跟头跌得最狠的就是这群聪明人和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那4个生肖他们知道自己苦，所以肯修，而这几位觉得自己行，觉得自己很强，结果被我执这张大网死死罩住，佛光根本照不进来。下面我要给你们破迷开悟，只要你把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，你接通的那道光能量比谁都大。属虎的朋友，五行属木，那是甲木参天大树，宁折不弯。你们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是嗔恨心重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第一反应是发火，遇到不听话的人，第一反应是压制。在中医里，怒伤肝，所以我常跟属虎的病人说，你的肝火太旺了，你的霸气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伤家里人的。佛经上讲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平时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，捐了很多钱，是个大善人，但是一回家，孩子成绩不好，或者老公没洗碗，你那个无名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拍桌子瞪眼，恶语相向。这一把火把你之前辛辛苦苦积攒的功德福报全烧成灰了。属虎的朋友要想改命，就得修柔和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强者是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，是能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人。回到家，把额头上那个王字给拿下来，做一只温顺的大猫。你对家里人越温柔，你的那颗甲木得到的滋养就越多，你的根基才稳，事业才不会断。再来说属龙的朋友，龙是辰，土是水库，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。但是很多属龙的人或者自命不凡的人，只知道飞龙在天，不知道亢龙有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太傲了。佛法里叫慢心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看谁都觉得不如自己，觉得别人是凡夫俗子，觉得别人笨。这种人一旦跌倒，那就是大跟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漫山高耸，法水不入。如果你把自己抬得像山一样高，佛菩萨的甘露水就流不进你的心田里，因为水是往低处流的。讲个重磅案例，你们好好听听。我有一位信众，是个大老板，属龙的，脾气像老虎一样暴躁，心思像蛇一样深沉，加上龙的傲气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他在商场上呢是叱咤风云，对手都怕他。但是他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个脸色是青黑的，满脸的戾气。他跟我哭诉，尼师，我赚钱是为了家，可为什么我太太要跟我分居？我儿子连我的电话都不接，我觉得我活得像个孤家寡人，活着没意思。我看着他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你这个病不在身体，在我执太重。你把自己当皇帝了，家里人都是你的臣子，都要听你的，谁愿意跟一个暴君过日子？我给了他一个药方，不是药，是动作。我说，你回家做3件事。第一，给太太磕头忏悔，说我错了，这几年辛苦你了。第二，给儿子写封信，不谈成绩，不谈继承家业，只谈爱，只谈爸爸，想你了。第三，把你赚的钱拿出一部分去做无相布施，就是做了别留名，别让人知道。他当时听了脸都红了，脖子梗着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是大老板，我怎么能磕头？我说，你连头都不肯低，你的血压怎么降得下来？低头就是降压，低头就是接福。你不低头，那天上的水怎么流到你嘴里？后来他被逼得没办法，真的回去照做了。第一次磕头，他跟我说全身都在发抖，那是他的傲慢在抵抗。但是当头磕下去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哭得稀里哗啦，把他这一辈子的委屈、傲慢、孤独都哭出来了。神奇的是，当他的心变软了，家里那个冰窖一样的气场瞬间就化了。太太原谅了他，儿子也愿意回家吃饭了。属龙的朋友，记住，你的福气在接地气，你要学易经里的潜龙，要多去市场逛逛，多跟基层的人聊聊天。你的脚踩在泥土里，你的龙气才能接上地气。
那才是真龙。还有属蛇的朋友，蛇是巳火，是变化的火。属蛇的人非常有灵性，直觉不输给老鼠，但是疑心病太重，因为太聪明太敏感，所以总是觉得别人在害自己，或者别人对自己不好。在佛法里，这就叫所知障。你自己编织了一张网，把自己困在里面了。属蛇的朋友，你们的救赎在于信，你要把那个弯弯曲曲的心肠给拉直了。佛经讲，直心是道场，你对他人的信任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放生。你不疑神疑鬼，你的那个巳火才是温暖的阳光，而不是阴暗的鬼火。把你那颗敏感的心转化成文殊菩萨的智慧剑，去斩断烦恼，而不是去斩断人缘。属猴的朋友，猴子五行属生金，那个金是顽金，是还没有炼成气的矿石。属猴的人聪明吗？绝顶聪明。但是在佛法里有个专门的词形容凡夫的心，叫心猿意马。属猴的人最大的毛病是定不下来。你看那个猴子手里拿个桃子，眼睛盯着西瓜，心里想着香蕉。俗话说，猴子掰玉米，掰一个扔一个。今天想修净土，明天想修密宗，后天又觉得打坐好。结果呢，看起来忙忙碌碌修了一辈子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一团乱麻，什么功夫也没成。属猴的朋友，你们不缺聪明，缺的是定力。你需要一把火，把你的那个顽金炼成气。这把火是什么？就是专注。你要学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。孙悟空本来是只石猴，后来为什么成了斗战胜佛？因为他带上了紧箍咒。那个紧箍咒不是害他的，是帮他收心的。你也给自己一个紧箍咒，认准一个法门，认准一件事，坚持到底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哪怕你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底，你就是齐天大圣。再来说属鸡的朋友，鸡也是金，那是心经，是手势经，很漂亮，爱面子。属鸡的人最大的优点是勤劳，一大早起床，那是闻鸡起舞。但是最大的业障在哪里？在嘴巴上。哎呀，那个嘴巴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啊！看见不顺眼的要说，做了一点好事也要说，在家里碎碎念先生，碎碎念孩子，碎碎念媳妇。你以为你是好心，其实你是在破风水。易经里讲，对为口，为毁则。你那个嘴巴像刀子一样，把你辛辛苦苦积攒的福报全给碎碎念念光了。佛经里讲，口业有4种：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很多属鸡的朋友不知不觉就犯了恶口，你一开口，家里的财神爷就被你骂跑了。属鸡的朋友，你的改命秘诀就2个字：少说。多做事，少说话。要把你的嘴巴变成功德口，实在忍不住想碎碎念的时候，你就念佛，把那句你怎么这么笨换成阿弥陀佛。你只要能忍住不碎念，你家里的磁场马上就能聚起来。最后这一个属狗的朋友，狗是虚土，是火库。属狗的人那是真忠诚，真讲义气，朋友有难借钱都要帮，老板有事加班加点也干。但是属狗的人容易犯一个毛病，愚痴，有时候分不清好人坏人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或者脾气太急，要么不叫，一叫就咬人。在佛法里，没有智慧的慈悲叫烂好人，没有智慧的忠诚叫助纣为虐。属狗的朋友，你们的忠诚要给对人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。你要开法眼，看看谁值得你效忠。如果你把忠诚给了佛菩萨，给了正法，那你就是韦陀菩萨，是真的护法神。如果你把忠诚给了酒肉朋友，那你就是看门狗，最后还要背黑锅。最后这2位，属猪还属兔，一般人都会说，哎呀，你属猪好吃懒做也有福，你属兔机灵可爱人缘好。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敲个警钟，在佛法里有一句话叫富贵修道难，有时候命太好了反而是一种毒药，顺境太多了反而是一场灾难。属猪的朋友属亥水，最大的福气是不计较。大家都听过傻人有傻福，这话在猪身上体现的最淋漓尽致。但是属猪的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是懒，是贪图安逸。在佛法里，这叫懈怠，叫放逸。这一类人觉得自己命好，就不想奋斗了，就想躺平了。今天吃顿好的，
明天睡个懒觉。你要知道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绝。水如果不流了，那就成了死水，就会发臭，就会滋生蚊虫，也就是业障。属猪的朋友，你是来享福的，但惜福才是长久之道。别把好运气全挥霍在吃喝玩乐上。你要学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，虽然贪吃，但是跟着师父取经，他也挑担子，他也降妖，最后封了个净坛使者。这个净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剩下的福报收集起来，去供养众生。你要动起来，去社区做做义工，去帮帮邻居，让你的这潭水流起来，去滋润别人，你的福报才能源源不断。再来说属兔的朋友，兔子属卯木，是花草之木，温柔灵巧。属兔的人善良吗？善良。但是兔子有个成语叫狡兔三窟，属兔的人心往往不定，总是在给自己留后路。遇到困难，第一反应不是去面对，而是去躲，去跑，去找个洞钻进去。在修行上，这叫怯弱。今天觉得这个法门太苦，不修了，明天觉得那个师父太严，跑了。这种性格让你很难在事业上扎下生根，也很难在道业上有所成就。因为烦恼即菩提，你躲开了烦恼，也就躲开了开悟的机会。属兔的朋友，你们的福气在于稳重，不要总是想着逃避。有时候破釜沉舟的勇气，才是让你这棵花草长成参天大树的关键。你要学药师佛手中的那棵草药，虽然柔弱，但是能治病救人。当生活给你难题的时候，别跑，你就站在那里，告诉自己，这是我的业，我认了，我消了。当你敢于面对的那一刻，你的根就扎下去了。好，刚才我们洋洋洒洒把这12生肖的天命密码全部解开了。我相信现在你心里已经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是哪块料，知道自家的病根在哪里了。但是各位，我要给你们泼一盆冷水。哪怕你是属牛的大善人，哪怕你是属鼠的鬼灵精，如果你管不住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地方，你就算有金山银山也会被你搬空，你就算修了10座庙，功德也会被你烧光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就在你的鼻子底下，那就是那一张嘴。接下来这一段是我行医修道几十年，在无数个破碎的家庭里总结出来的救命真言。不管你属什么，不管你家里供了多大的佛像，不管你每天磕多少个头，只要你在家里经常说这3句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在家里摆了个破财阵。古人讲口乃祸福之门，佛经里也说口业是最容易造的，也是报应来的最快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一张嘴不仅是用来吃饭的，更是用来安身立命的。你的嘴巴就是你家里的风水眼，是气口。哪3句话绝对不能说？这3把无形的刀，专门割你的福报，放你的血。把耳朵竖起来，听好了。第一把刀，千万别喊穷，千万别喊累。这一条，尤其是在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，或者是生活压力大的中年人身上，简直成了口头禅。一开口就是哎呀没钱了，穷死了，或者一进门就是哎呀累死了，烦死人了，气死我了。各位朋友，这话是绝对不能挂在嘴边的。佛法讲一切唯心造，你的嘴巴就是你的风水局。在玄学里有一种力量叫言灵，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带着能量波，往往会变成真的。你每天喊穷，那个穷鬼恶鬼道的众生听到了，以为你在叫他呢，他想哎呦，这家主人在召唤我了，这里也是穷气冲天，跟我气场相合，于是他就高高兴兴地跑到你家里来了，赖着不走了。你每天喊烦喊累，那个烦恼魔就觉得哎呀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他就天天缠着你，让你心神不宁，让你失眠多梦，让你做啥啥不顺。这在心理学上叫消极暗示，在我们佛法里叫咒怨。你自己都在诅咒自己穷，财神爷敢来吗？财神爷一看这家人一脸的苦相，满嘴的穷气，转身就走了。所以哪怕你现在手头紧，也不要挂在嘴边，你要换个说法，你要说我会越来越好，我有办法。或者觉得累的时候念一句南无多宝如来，或者念一句心若冰清天塌不惊。你的嘴巴要富贵，你的命才能富贵。你喊一次穷，就是给自己下一次降头。第2把刀，千万别在家里骂家人，
没用、没出息。这一条，尤其是在夫妻之间，或者父母骂孩子的时候最常见。很多做太太的，特别是属虎、属鸡的，恨铁不成钢，指着先生鼻子骂：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我看错你了。你看人家老王多能干，或者骂孩子：你这个笨蛋，你是猪脑子，你也配考好学校。各位啊，这是在造大黑夜啊，这简直是在拿刀捅自己家的心窝子，在砍自己家的龙脉。家是什么？家是你的道场，家人是你的法律。你骂他是废物，骂他没出息，就是在骂你自己的眼光，就是在骂你自己的福报，因为是你感召来的。从中医来讲，男人的阳气，孩子的志气，都是生发之气。你一句没用，像一盆冰水浇下去，把他的阳气全灭了。你越骂他没用，他的信心就越受打击，那个能量场就越弱，最后他真的就自暴自弃，真的就变成废物了。到时候你再哭，哎呀，我命苦啊，老公没本事，儿子不争气，那都是你骂出来的。佛经里讲，爱语是四摄法之一。你看那些兴旺的家族，从来听不到这种恶言恶语，他们都是互相鼓励，互相抬举，这叫随喜功德。家人做了一点好事，你要夸他，你要赞叹他，你用爱语去浇灌，你的家里才会长出摇钱树。你用毒舌去喷洒，家里只能长出荆棘，扎得大家都流血。从今天开始，把没用、笨蛋这几个字从字典里抠掉。孩子考差了，你说没关系，我们找原因，下次会更好。先生失败了，你说人还在，家就在，我们能东山再起。这句话能救一个人的命，能聚一个家的气。第三把刀，千万别在家里说是非。什么叫是非？就是张家长李家短。哎呀，谁谁谁又有外遇了，隔壁那个谁的媳妇又不孝顺了。很多老人家退休了没事干，聚在一起就是讲八卦，讲完还在饭桌上跟儿女讲。各位，这个最损阴德，也最伤智慧。我常说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你把别人的垃圾捡回来，倒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里，还要翻来覆去的闻那个臭味，你傻不傻？你在家里讲是非，家里的磁场就乱了。孩子们听到了，心也不静了，觉得这个社会怎么这么黑暗，充满了负能量。而且佛经上说，来说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你今天说别人，明天别人就会说你。这个口业一造，你的清净心就没了。清净心没了，智慧就没了。智慧没了，财路也就断了。以后谁要是在你面前讲是非，你就笑笑，把话题岔开，或者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你要守住你的耳根，也要守住你的舌头，不听是非，不传是非，不说是非，把你家变成一片净土，谁进来都觉得舒服，那个福气自然就赖着不走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的12生肖改命录也到了尾声。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，归根结底，所有的改命秘诀只有3个字，但这3个字能抵万金。这3个字那就是善护念。什么叫善护念？就是好好照顾你的每一个念头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今天我讲的这一番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触动，我希望各位能在留言区里留下一句善言。你可以写法喜充满，也可以写全家安康，或者写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让我们在这个留言区里形成一个强大的正能量的磁场，每一个进来看到的人都能沾到这份喜气，都能得到大家的祝福。祝福各位万事顺心，我们下次见。